新罗统一战争期和南北国时代的对唐交流。掌握三国统一战争期间新罗对唐战争的情况，并结合国际形势进行理解。掌握南北国时期新罗和渤海的对唐外交政策的性质，并理解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民间交流的情况。照片中的照相碑看起来只是40多厘米高的佛教艺术品，这看不出与新罗的三国统一有什么关系。答案就在字碑上所刻的铭文中。该照相碑是在百济的故土发现的。通过铭文可以知道，在673年数百名百济移民制作该石像。673年新罗王将唐军赶出百济故土，而给百济移民授予了新罗的官等。铭文中的发言者拥有新罗的官等。换句话说，这座照相碑充分展现了新罗统一三国过程中的痕迹。唐朝有着对百济和高句丽地区直接统治的野心，因此新罗向唐朝宣战。新罗与高句丽移民联合，并充分利用唐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以676年将唐军驱逐出三国的故土，实现了三南一统。但唐朝仍然没有承认新罗的三国统一。在渤海侵略中国的山东和辽西时，作为派遣援军的代价，唐朝于732年承认大同江以南的土地为新罗的领土。唐朝对辽东的掌控力明显减弱的情况下，高句丽移民和一部分的漠河势力联合起来，在辽东建立了渤海。渤海作为拥有五经体制的大领土的国家，与新罗和日本积极交流，获得了海东胜国的称号。渤海虽然和唐朝经历过几次的军事冲突并与之对抗，但基本上维持了交换册封和朝贡利益的建交状态。这只可使我们要观察新罗三南一统的过程，以及在高句丽故土上成立的渤海与新罗形成南北并立的南北国时代的对中交流等。新罗和渤海除了朝贡时、册封时、贺征时外，并没有向唐朝派遣使臣。是错的。南北国时代的对中交流活跃了民间的商业交流，沿黄海和中国运河从事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和渤海人多是存在。是对的。新罗和唐的战争，唐都督府的设置，新罗的对唐战争，新罗的三南一统意识，7世纪以后新罗和唐的和平关系，南北国时代新罗的对唐外交，张保高的海上活动和新罗坊，渤海的对中关系，渤海的建国与对唐关系，渤海的对唐外交和唐制度的收拢，渤海都城上京城和唐长安城，渤海的自治性表现。百济灭亡后，唐在百济地区设立了西永金都督府等5个都督府，并以笼络民心为目的，将依次王的儿子飞龙任命为西永金都督。另外，663年在新罗设立了吉林大都督府，任命文武王为吉林州的大都督，将新罗的吉林都督府与百济的西永金都督府同等对待，强调2个地区都是唐朝的统治力所涉及的地方。高句丽灭亡的同时，唐在高句丽故地上设立了9个都督府，同时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统管3国的全部领土。
唐朝不仅谋求对百济和高句丽地区的直接统治，还实行了将新罗也置于唐统治范围内的政策。对此，新罗向唐朝宣战，668年攻击平壤城，接着与高句丽复兴军携手驱逐了高句丽地区残留的唐朝势力。当时唐朝的内部状态也新罗有利。唐与吐谷浑展开的战争中，守护安东都护府的唐军全部被抽调出来，新罗得以轻松占领高句丽和百济的故土。新罗从670年7月开始对百济故土展开大规模进攻，击溃了百济军和唐军。第2年掌握了百济故土的支配权。在676年，新罗在汉藏流域一带进行的战斗中，成功地驱逐了唐军。当年唐设立的安东都护府撤退到辽东，新罗成功结束了对唐战争。在对唐战争中胜利的新罗人有着统一了三国的三难一统的意识。萧南王是唐朝因吴烈王的谥号太宗，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庙号相同，所以要求更换。但新罗以吴烈王实现了一统三汉的伟业为理由，对此予以拒绝。三难一统意识主要反映在政策上，新罗将全国分为9个州，将小麦、山脉以南地区设定为新罗领域，设置了3个州；在百济故土上设置了3个州，还有将汉藏流域称为高句丽南界，设置了3个州。这张照片，对大家来说不会陌生，这是唐朝的张崴太子墓的壁画之一迎宾图。该墓的墓道东壁上描绘着6个人物，前面3个人是唐朝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后面3个人中带着2边插着羽毛的人推定为新罗使臣。南北国时代新罗的对唐交流体现了朝贡使和册封使有规律的往来的朝贡册封体系的完成状态。新罗为了参加每年元旦在唐宫城正殿举行的贺正仪式，定期派遣贺正使，此外还派遣了多种性质的不定期使节团。从高句丽灭亡的668年到新罗灭亡的907年，新罗一共向唐朝派遣了130多次使臣。2尊佛像是目前在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展示中的韩国的国宝。从佛像后面分别刻着的铭文可以看出，这是719年刘凑平贵族金子成为去世的父母而制作。金子成是在圣多王4年3月以朝贡使的身份去过唐朝。新罗派到唐朝的使臣是由新罗王的宗室或贵族，还有6头品以上的官员担任。他们以对唐朝文物制度的深刻了解为基础，积极参与了新罗的政治。金子成也是深深介入圣德王政治改革的人物。通过往来唐朝的使臣们，中国的文物迅速流入新罗。对此，在第5课史中会进行具体观察。在唐代后期，因为中国海盗掠夺并贩卖新罗人，所以大规模的新罗人以奴婢的身份进入唐朝。但海盗们的活动被新罗和唐朝的公开官职以及新罗人张宝高的海上活动所根除。张宝高虽然是新罗出身，但到唐朝后投身于徐州的武宁郡，从这里以长校出人头地的张宝高于828年已经还乡新罗。当时为了扫荡横行的海盗，得到了新罗王的许可，在丸岛设立了青海站。
他率领1万多名军人作为海上王，掌握了东亚海上的权力。从张宝高的实例中可以看出，8、9世纪的新罗人不仅在黄海，还在东中国海和南海、日本的近海以及中国的云河等地主导了东亚的海上贸易。从事海上贸易的新罗人当时分布在中国山东、江苏、浙江等海岸地区，并在这里形成了集体聚落新罗坊居住。在698年，高句丽将军出身的大作荣以高句丽移民和漠河人的政权建立了渤海。渤海自称是高句丽的继承人，在与日本的交涉中自称为高丽国，日本也称渤海为高丽。建国初期，渤海实行扩张政策，与唐朝保持着紧张关系。732年，渤海的水军突袭了山东半岛的邓州。第2年，唐和新罗的联合对渤海进行了夹击。战争结束后，渤海与唐朝保持了基本和睦的关系，并进行了活跃的交流。713年，随着唐朝将大作荣册封为渤海的君王，渤海边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册封的体系。第3代文王积极接受中国的文物制度，向唐朝派遣了61次以上的使臣。738年，文王派到唐朝的渤海使臣抄录了唐礼、三国志等。唐礼包含礼仪所需的律令格式，因此唐礼的印录充分体现了文王通过儒教统治理念，以树立绝对王权为目标的意图。文王模仿唐朝的制度，制定了3省6部的中央统治制度、10位的中央军事制度、府、州、县的地方行政制度，还完善了王室制度。渤海运用了5经制度，其中上京城作为几乎整个渤海王朝时期的都城，发挥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作用。上京城其结构与长安城非常相似，以南北中轴线为基础的左右对称结构、宫城、皇城、过城的3种结构，以及其左右两侧立方的棋盘式布局整齐的道路网等，其模范取自长安城。但在渤海上京城有不少设施脱离了长安城的等级和礼制。宫城北门的门道数、外城正门和宫城正门的东西长度等都显示出渤海上京城有着比唐长安城更高的等级。在渤海文王的第4女贞孝公主的坟墓，其结构、墓主的出现以及壁画的内容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但墓志铭文中将文王称为皇上。渤海虽然与唐朝维持了朝贡册封关系，但在内部却标榜着皇帝国。渤海王们自武王以来直接颁布年号，体现了皇帝国的地位。新罗通过与唐朝的战争实现了三韩一统。此后，渤海在高句丽故地建国，南北国时代由此展开。8世纪以后，东亚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因以开放性和国际性为特征的唐帝国的政策，新罗和渤海与唐朝进行了紧密的交流，许多人和物质越过国境往来。在第5课时，观察南北国时期政治、外交交流以外的人力、物力方面的对唐交流，寻找与三国时代不同的南北国时代的文化交流的特征。